2024年2月14日，星期三，傍晚5點37分，此時正是台北捷運板南線最為擁擠的下班尖峰時段。車廂內充斥着疲憊的嘆息聲，無線耳機裡露出的流行音樂，以及上班族低頭滑着手機熒幕的微光。當時，完全沒有人知道世界即將在接下來的14秒內徹底改變。剛從台北車站上車的通勤族們正抓着吊環，隨着列車的行進微微晃動。列車剛駛離龍山寺站，正全速朝着西門站前進。隧道內原本只有規律的鐵軌撞擊聲與風壓的呼嘯聲。突然間，車廂內的 LED 燈管完全無預警地突然劇烈閃烁了2下，隨後整條列車的電力像是被什麼東西硬生生抽走一樣，瞬間陷入了一片漆黑。啊！車廂內頓時爆發出幾聲短促的驚呼，但隨之而來的並不是一般停電時的喧鬧，而是一種詭異的，連耳鳴都能聽得清清楚楚的死寂。這班列車並沒有緊急剎車的頓挫感，反而是像滑行在冰面上一樣，速度漸漸慢了下來。坐在靠窗位置的幾名乘客下意識地轉頭看向車窗外，原本幽暗的捷運隧道中應該只有冰冷的混凝土牆面與管線，但在此時，隧道中央的空氣竟然像是在高溫下一樣，產生了劇烈的肉眼可見的扭曲。一道灰蒙蒙的直徑約5公尺的圓形孔洞就這樣憑空生長在軌道正上方。那不是火焰，也不是黑洞，而是一種純粹的灰色，像是一團凝固的霧氣，又像是一顆冷漠的眼珠，在漆黑的隧道裡散發着讓人背脊發涼的微光。那是什麼鬼東西？有人拿起了手機，打開手電筒功能，試圖照向窗外。然而，當手機的 LED 強光照射到那團灰色孔洞時，光線竟然像是落入水中的墨汁一樣，在邊緣處發生了怪異的折射與消散，根本無法穿透。就在列車完全靜止的那一瞬間，最前方車廂的乘客透過與駕駛室相連的玻璃，看到了永生難忘的畫面。整輛列車的前半段，包括駕駛室與第一節車廂的前半部，在接觸到那團灰色孔洞的瞬間，竟然無聲無息地消失了。沒有金屬撕裂的巨響，沒有爆炸的火光，斷口處平整的像是用最精準的鐳射刀切過一樣，甚至連車廂內的鋼筋、電線截面都清晰地暴露在空氣中，連一滴火星都沒有冒出。隨後，一種無法形容的混雜了潮濕腐泥與刺鼻金屬鏽味的氣味開始從那斷口處緩緩滲透進剩餘的車廂。那種味道非常冷冽，吸入肺部時會讓人產生一種置身於深山古老洞穴底部的壓抑感。救命！開門啊！快讓我出去！恐懼在黑暗中如瘟一般蔓延，乘客們開始瘋狂地推擠，用皮包、用皮鞋後跟，任何尖銳的物品猛烈地敲擊着車門的強化玻璃。有人歇斯底里地哭喊，有人則在混亂中被推倒在地，混亂的踩踏與尖叫聲在封閉的車廂裡回盪。然而，就在車廂內亂成一團時，一隻巨大的半透明肢體悄悄地從那斷口處的灰色孔洞中探了出來。那是一隻長度超過1公尺、形狀類似蜘蛛卻長滿了細密鋼毛的灰色肢節。它踩在列車斷裂的鋼板上，沒有發出任何聲音。隨後是第2隻、第3隻，一隻體型如成年獵犬般巨大、渾身呈現半透明琉璃狀的怪異生物，順着車廂頂部悄無聲息地爬了進來。它的複眼在黑暗中閃爍着淡淡的、不帶任何情感的暗紅色光芒。車廂後方的乘客透過微弱的手機熒幕光線，隱約看到了這個在陰影中蠕動的輪廓。那一刻，所有的尖叫聲仿佛都被掐斷在喉嚨裡，整節車廂只剩下牙齒劇烈打顫的聲音。5分鐘後，台北捷運公司行控中心的警報大作，龍山寺至西門站之間的訊號完全中斷。與此同時，台北市消防局與警察局的報案電話瞬間被打爆。但當時所有人，包括政府高層在內，都只以為這是一場嚴重的地層下陷或恐怖攻擊。直到1個小時後，第一批配備了全副武裝的警方特勤中隊，在黑暗的隧道裡，正式遭遇了那些不屬於這個世界的捕食者。當晚8點，國防部下達了最高緊急命令，數十輛裝甲車與滿載着荷槍實彈士兵的卡車，在夜色中亮着刺眼的警示燈，粗暴地封鎖了板南線沿線所有捷運站的出口。萬華區域中正區的部分街道被拉起了重重的黃色封鎖線。附近的居民站在公寓陽台上，神色惶恐地看着底下不斷奔跑的軍人，
以及那些在夜空中盤旋、搜索維持秩序的直升機。網絡上，第一批由住在附近大樓的居民偷拍影片開始瘋狂流傳。畫面中，南陽街與公園路一帶的捷運出口被沙包與機槍陣地重重圍繞，幾名身上沾滿鮮血、神情崩潰的警員被用擔架抬了出來。在 PTT 與 Card 等各大論壇上，黑底白字的爆掛貼文以每秒數十條的速度不斷刷新。爆掛！北捷出大事了！萬華這邊全是國軍，你們有聽到槍聲嗎？我住西門町這邊，剛剛隱約聽到捷運站下面有很奇怪的低吼聲。我朋友是義消，他說那根本不是地震，而是下面有東西爬出來了。謠言紛飛，恐懼在全台灣蔓延。台北市政府在午夜12點緊急召開記者會，發言人臉色蒼白，拿着講稿的手微微顫抖，宣稱是由於不明立場導致的空間異常，呼籲所有市民保持冷靜，留在家中。然而，記者會還沒結束，電視台的畫面突然切換到了紐約與東京的衛星連線。畫面中，美國紐約中央公園的草坪上同樣聳立着一個巨大的灰色圓形孔洞，而日本東京新宿車站的地下街也正冒出滾滾濃煙。這不是一場局部的災難，這是一場全球性的、悄無聲息的入侵。那一夜，全世界、全台灣都沒有人能夠安穩入睡。各大通訊軟體上的群組訊息不斷跳動，人們看着那些模糊的照片與影片，試圖在那未知的恐懼中找一絲合理的解釋。但他們不知道的是，此時此刻，在漆黑的北捷隧道深處，軍方最精銳的特種部隊正遭遇前所未有的絕望。子彈在跨入那灰色孔洞周圍的立場時，動能會以一種不符合物理定律的方式迅速衰減，最終像是茉莉起一樣軟綿綿地掉落在地上。而那些怪物皮甲上的物理防禦力遠遠超出了常人的想象。人類引以為傲的現代科技與熱兵器，被那個在後世稱為地下城的空間裡完全無情地剝奪了所有的威嚴。這場發生在2024年情人節的14秒異變，就像是一把鋒利的解剖刀，將人類文明那層精緻的外殼硬生生化開，露出了底下最原始、最殘酷的生存本質。而這世界也正式告別了和平的過去，走回那充滿血腥與未知的冷兵器時代。